随着嫦娥5号顺利返回地球，我国首次地外采集天体样本的任务也圆满完成。就在全球航天领域各国纷纷发来贺电之际，作为最早实现登月，却到目前为止重返月球却始终不见动静的美国 NASA， 在当天做出了一个很暧昧的动作。在17日的凌晨，我国嫦娥5号返回器成功着陆4子王旗预定区域。作为近年来经常合作的合作伙伴，欧洲航天局第一时间向我国发来贺电，祝贺中国航天领域的又一里程碑诞生。不过，就在欧洲的航天局还在发贺电的时候，美国 NASA 却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甚至有好事者还刻意去其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下面询问对中国的成功有何看法。而在数小时后， NASA 默默地转发了一段美国阿尔忒弥斯计划的预告视频，并发布了一段几十年前阿波罗登月时候的视频。后者大家都很熟悉，至于前者，实际上就是几年前美国重返月球计划的代号。而美国放出阿尔忒弥斯计划的预告视频中，几名美国宇航员还重申了美国将重返月球的决心。不过，这段视频在中国航天任务刚刚获得成功的时候放出来，这两段视频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了。有观察人士调侃，美国 NASA 这次是真的急了，眼看着中国航天计划吸引全球目光，结果注意力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成了各类负面消息。尤其是几周前，美国唯一、全球唯二的射电望远镜还塌了，想要地外远距离的天文观测，还得依赖中国分享数据。另外，有美国网友表示，对于中国嫦娥5号的成功返回，美国媒体几乎没有进行相关报道，不去具体查的话，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显然，美国人这次恐怕是真的酸了。值得一提的是，唯一积极正面的回复来自于美国 NASA 的副局长，虽然他是在社交媒体上向中国表达了祝贺，但是在话语中也强调自己的祝贺仅仅是以私人身份完成。由此也可以看到，美国官方对此次中国成功采集天体样本的态度。还别说，美国佬的重返月球计划成立至今还真的是历经磨难。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官方就觉得这个项目有点烧钱，为了挽回投入，强行删除了载人登月需要用到的月球车项目。到了2019年，美国人又惊讶地发现，登月的火箭制造时间延期，预算更是透支严重。这对于本来就拿不到足够预算资金的 NASA 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而在本月初，我国嫦娥5号刚刚发射成功的时候，美国方面就透露出自己的重返月球计划。不过当时外界普遍观点就偏悲观，认为美国不会有足够资金和精力支持这份计划能顺利在2024年完成。也因此，这一次美国 NASA 的暧昧行为，可能真的就是在绝望中回味曾经的荣光了。俄罗斯五代机开始批量生产，已批准出口，俄向中国积极推销，报价却匪夷所思。中国究竟要不要买呢？据防护世界今日报道，俄罗斯的第5代战斗机苏57制造商 UAC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系列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到，该隐形战斗机已经开始进入组装线进行批量生产。据称，这条装配线是在今年9月才建立。这条装配线主要就是为了完成俄罗斯在2018年签署的76架苏57战斗机的订单。并且据美媒报道，俄的5代战斗机苏57已经批准出口了，并且他们开始积极对华推销，而且报价非常匪夷所思。那么俄罗斯这架苏57究竟怎么样呢？中国究竟要不要买呢？俄罗斯5代机苏57性能怎么样呢？其实外界对苏57的评价并不高，他们甚至将苏57戏称为拍扁的苏27。外界普遍认为，苏57的实际性能甚至根本达不到5代机所要求的 4S 标准。问题最大的就是它的隐身能力备受外界质疑。而这些质疑也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来，都是有依据的。因为苏57的有些设计其实是明显违反隐身性能的基本特征的，就比如比较明显的2条近乎直通的进气道。其实对于战斗机来说，在发动机前罩的扇叶是很大的一个正面反射信号源，而高速和规律的转动则会大大的提高回波的识别特征。因此罗马在研发 F22 时，为了提高其隐身性能，采用了加莱特进气道。虽然说苏57也采用了加莱特进气道，但是它的集体设计并不是很适合，它依旧沿用了苏27的中央升力体布局，这在理论上来说是非常不利于隐身的。中国究竟该不该买呢？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俄罗斯提供的报价仅为3500万美元，这对于5代机来说，价格简直低得匪夷所思。先不说单价上亿的 F22， 即使是美国作为外销的低配版5代机 F35， 最便宜的也要8000万美元。也就是说，买一架 F35 可以买2架苏57了。但是量产型苏57将会使用全新的产品30发动机，
它并不是 AL41那样的升级改进型，而是经过全新设计的新型号。俄罗斯航空杂志认为，产品30的标准推力约为107千牛，加力推力约为176千牛，推重比破10大关，相比 AL41F 有明显的进步。那么这样看，似乎买来也不亏。近日，中国山东舰航母刚从海上完成23天的训练计划，初步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一下子又迎来了服役1周年的好日子。这下可就让印度嫉妒的眼都红了。12月17号，正好是山东舰服役1周年的当天。印度媒体《欧亚时报》连续2篇报道都提到了山东舰，可以说是十分隆重。在报道中，一媒还表示，印度海军上将卡拉姆比尔辛格告诉他们，海军将向议会正式提出购买第3艘航母的请求，并且已经对第3艘航母有所准备。据了解，印度这第3艘航母预计排水量将超过 6.5 万吨，还会配备电磁弹射装置，还很有可能会是一艘核动力航母。当然，最后核动力还是被否决了，其中原因竟然不是自己没能力建造，而是因为钱不够。不得不说，印度还是挺爱面的。先不说钱也确实不够，但是就建造能力上看，印度也不一定能造得出来吧。毕竟到目前为止，全球可以建造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一个法国。而据法国最新一艘建造核动力航母的消息，他们都需要花18年时间才能建好服役。而印度虽然说在国防建造上已经有很大进步，从30年研制一架飞机，到如今15到17年建造一艘航母，从能力上看，确实无法否认他们的进步。但是比起法国的建造能力，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的。要知道，法国阵风还在印度手里用着呢，甚至都快捧上天了。此外，就印度对电磁弹射的需求而言，现在世界上就是美国和中国掌握了这项技术，甚至法国的下一艘航母想要安装电磁弹射，都得向美国求助。印度怎么也不可能靠自己就能行，所以只能求助。而且印度航母起码在最近2-3年是无法落实下来的，毕竟印度现在是四面开花，什么都想搞一下，国内经济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就像之前印度自己的首艘航母一样，就算批下来了，也要等上4-5年才能动工。再对比一下中国年年下饺子一样的给海军输送装备的情形，印度海军可不就是要嫉妒的眼睛都要红了吗？鼓动军备竞赛，中国新核潜艇即将亮相。美媒声称，10年内中国潜艇数量就将超越美国。敬请关注本期内容。近年中国发展非常迅速，美国一直非常担心中国军事威胁。近日，美国海军新闻根据美国国会对主要国家潜艇数量的预测出了一篇文章，声称中国的新潜艇将很快亮相，并且在几年之内，美国的潜艇数量就将被中国超过。据报道称，目前美国海军共拥有68艘核潜艇，而中国则预估拥有66艘，所以目前美国海军的潜艇规模还比中国大。根据美媒报道，目前在世界潜艇排名中，中国排在第2，而俄罗斯则排在第4。但是该文章称，在未来的10年中，这一排名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预测，等到2030年，中国海军将可能比美国还要多拥有10艘潜艇，也就是说，中国海军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潜艇部队。其实最近由于美国的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在逐渐退役，美国的潜艇数量确实将降低许多。毕竟研制用以替代洛杉矶级核潜艇的弗吉尼亚级潜艇都已经服役10几年了，所以最近美国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海军未来30年的潜艇力量计划。他们的计划目标就是建造更多的潜艇，要将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建造速度提高到每年3艘，并且他们已经开始重新研制海狼级攻击潜艇。按照他们的计划，美国海军的潜艇数量将从2022年的70艘到2051年时将增加到92艘。但是由于近几年美国旧潜艇退役的速度将会比新潜艇建造的速度快，因此在2025年到2030年间将会是美国潜艇数量的一个低谷。因此他们预估在这一年，中国的潜艇数量将超越美国。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国2020年的潜艇数量进行了预估，
据预测将达到76艘。其实，暗中中国目前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这种预测结果很容易被大众接受。而且，中国的渤海造船厂也被扩建了，新型攻击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预估将很快出现，并且目前也已经观测到新潜艇建造的迹象。其实，中国的潜艇主要是用于防御，并不需要与美国那种要在全球使用的需求量相比。美媒发布这篇文章很可能是想要鼓动军备竞赛，毕竟他们已经尝过一次甜头了。但是这么离谱的报告，估计也就美国那些相信地球是平的人相信了。